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呼声越大的新剧开播之后，反而经常收获一大波差评，这就是所谓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比如刚开播的《雪中悍刀行》，不仅收获了大量吐槽和差评，还被喊话干脆改名《雪中慢刀行》算了。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毕竟观众都是冲着看武侠剧来的，但是期待了那么久，结果发现好像不是那个样子，在凭空跌落的心情之下给个差评，似乎也可以理解。有人表示，一部几十集的剧，刚看一集，甚至一集都没看完就给差评，有些以偏概全。但也有人说，第一集都这样子了，哪还有动力继续追下去呢？那么该剧到底如何呢？小编也和大家聊一聊。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雪中悍刀行》由张若昀、李庚希、胡军和张天爱等知名演员主演，于本月15日晚正式开播。播出前，很多观众认为这部剧阵容强大，因为由庆余年金牌编剧王倦操刀，所以对该剧抱有很大期待。可是本剧首播后的情况远远不如预期，从节奏到滤镜，再到武打戏份，被观众全方面吐槽。首先是节奏拖沓，观众以为《雪中悍刀行》至少也能和庆余年打个5-5开，但却没有料到该剧直接被庆余年甩了2条街。开篇男主就一直在跑路，从偷地瓜被追着打到被追杀，一整集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输出，让观众非常心累。除了推进节奏磨磨唧唧，《雪中悍刀行》的滤镜更是遭到很多网友的吐槽，他们直言不讳道牙齿绿的滤镜太劝退了，这确实让人非常不悦。还有人表示，这哪里是武侠即视感，画面简直太阴间了。原以为这绿色滤镜是因为第一集取景地绿植较多，湿气较重，但是后面几集中这种绿色滤镜一直在保持，不仅演员的面色发绿，连物品道具也带绿色特效，真的是仿佛整个剧都笼罩在幽冥鬼火之下。另外，作为一部古装武侠剧，《雪中悍刀行》的各种打戏全是慢动作慢镜头，网友都在灵魂发问，难道是演员偷懒了吗？没有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还是武术动作指导就这水平呢？既然是武侠，观众自然是想看酣畅淋漓的打戏，谁又能想到剧组会大量使用特效和慢镜头呢？试问这样能交代了观众吗？又怎能留住观众的心呢？手机里，张天爱和敌人一共动了3-4次手，每一次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张天爱出场的时候，远看她一袭白衣，双刀傍身，静静地站在树上，宛若一位世外高人。但到她一出手，观众就惊呆了，这是真的慢，实在是太慢了。说好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呢？刚开始还能看到他在敌人面前用的简单招式，后面竟连这些都省了。明明武林高手用轻功飞檐走壁的时候应该很飘逸、很灵动、很迅速的，可他却像一个随时会落地的纸飞机一样，总感觉下一秒就要一头栽倒在地上。看他在跟敌人打斗的过程中原地起飞、腾挪闪转的时候，观众有没有隐隐的担心主角在第一集就会挂掉呢？观众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他又打赢了，至于打斗场面压根儿没给镜头，这是精彩镜头需要付费观看吗？还是导演给观众留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呢？观众现在看个剧都要自己脑补镜头了吗？还有很多观众继续灵魂发问，剧组是不是太穷了？怕是没有请武术指导吧？不然的话，武侠剧怎么改用仙侠剧的特效打斗了呢？翻开豆瓣上的那些差评，也多半都是因为武打戏给的。不管原著讲的什么，对于纯粹来观剧的人来说，任谁听到《雪中悍刀行》这个名字，肯定都以为是部武侠片。可谁能想得到，本该最出彩的武打戏却被拍成了这个鬼样子呢？但其实《雪中悍刀行》的制作水准还是非常高的，优秀的演员阵容堪称国剧顶配，大部分演员为剧集的演技水准保驾护航，只是有极个别的演员给这部剧拖了后腿而已。张若昀的表演并没有让观众失望，徐凤年的设定相比范闲的设定更加复杂。徐凤年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且智商颇高，通过一些小小的细节就能够分析对方的意图。剧中追杀徐凤年的刺客，因为徐凤年喊来了铁骑，便把刀放下。本以为是北凉的铁骑让刺客胆寒，但徐凤年却看出了端倪。上一秒还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睡衣，头发都没来得及梳理的徐凤年，下一秒就穿戴整齐，与他的父亲去监狱里见刺客。张若昀在短短一场戏的时间里就完成了2种性格的转变，飞扬跋扈是他，细致深沉也是他。直到他分析刺客放下刀的原因，对方才发
发现，原来徐凤年的第一纨绔是装出来的。张若昀与徐凤年的角色贴合度本就更高，不油腻的演技也使得他即便是将人物演得逗趣搞笑，也并不让人觉得违和。张天爱则是这部剧中最让人惊喜的一个角色。目前剧中有不少隐藏自己真实面目的人，也鲜少有哪一个角色身上透着江湖侠气，但张天爱饰演的南宫仆射却带有这样的气场。张天爱的妆容十分凌厉，平添了几分男性的英气，少了几分女性的柔美。张天爱表情不多，但是在她的眼神中却是藏着秘密的。作为本剧的重要主演，胡军的表现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估计这部剧的口碑也要靠他来挣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老年演员都值得夸，但现在观众们对于中老年演员确实比较宽容，稍微有点实力的都会被安上个戏骨的名头。像胡军这种实力派中的实力派，观众更是会不吝夸奖。剧情方面，就前2集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张若昀和胡军之间的父子关系，儿子打老子这种设定还是挺新鲜的。前2集笑点挺多的，槽点当然也有，不过不影响整体观剧体验。如果让小编来打分的话，前2集内容给个3星4星还是可以的。对于非原著党来说，剧情跟原著之间的改动大不大根本看不出来，也不会对观看造成影响，而且根据以往的观剧经验来看，完全符合原著的剧也不太可能。尤其是雪中悍刀行这种题材的，给差评的人一部分是觉得打戏尴尬的观众，还有一部分是原著党。虽然目前看起来本剧的亮点较少，但相信随着剧情的推进，真香定律应该是会出现的。当年庆余年不也是这样低开高走的吗？该剧的主创阵容也是继承了庆余年的大部分精华，尤其是制作组阵容。而演员自身形象方面，张若昀继续担任男主角徐凤年，演的还像是庆余年的范闲。小说中徐凤年被称为天下第一纨绔，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象，他其实是胸藏沟壑、有勇有谋的北凉世子，但因为他的父亲是黎阳朝第一权臣，手握重兵，功高震主，他又要装成纨绔子弟，不懂事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让他3分，就连他的老爹都得被他追着打。这些年，张若昀靠自己的人气和实力在影视圈站稳脚跟，演这种插科打诨、逗乐子的古装，成为张若昀的风格，甚至是优势，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从庆余年到雪中悍刀行，张若昀2部风格相似的剧频率太近的刷屏，难免让人审美疲劳。特别是他的长相和扮相，观众反响一直是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他古装扮相帅气有味道，有人直接说有点丑。而且确实从整部剧的风格、角色人设及张若昀的表演，都让观众沉浸在庆余年的影子里，缺少新鲜感。但不知道是看习惯了，还是他真的变帅了。在雪中悍刀行中，感觉张若昀还是很帅的，无论是邋里邋遢的乞丐形象，还是光鲜亮丽的贵公子形象，都很好看。某些网友评论说张若昀古装扮相太丑了，那估计是没经受过古装丑男们的洗礼。当然了，如果剧中张若昀的颜值也能像片尾中那样，估计说他丑的观众会少一大半。而从整体观感来说，这2部剧虽然主创阵容非常相近，但雪中悍刀行这部剧跟庆余年的风格又不尽相同。庆余年风格偏向轻松活泼，略带喜剧效果，而且整体是个大爽文，作为下饭剧，观众看得不亦乐乎。但是雪中悍刀行的风格偏沉闷严肃，甚至略带压抑，在受众方面也许就落了下风。但是本剧的精彩之处也不单在此，作为一部武侠剧，感受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也是很重要的。本剧的女主角李庚希在第1集中并未出现，还引发了小部分观众的不满。不过从第2集的情况来看，李庚希的表现并没有太出彩的地方。在刺杀徐凤年失败的那场戏里，李庚希的情绪表达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很容易让人梦回许英子。而且从颜值方面来说，这个扮相李庚希也比较吃亏。女主角江妮是亡国西楚公主，自幼被许萧带回身边长大，后和徐凤年有感情戏。江妮是一个看起来天真无邪，实则背负着家仇国恨，人物复杂多面。但是李庚希把小欢喜中的巧英子的感觉带入到了雪中悍刀行中的江妮身上，说话挤眉弄眼、撅嘴瞪眼式的演技在古装剧中不太适合，小孩子性格也和人物特点不吻合。而且李庚希不仅与张若昀有12岁的年龄差距，加上他人成熟了却还是娃娃脸，把这个年龄感差距拉得更大，所以与张若昀演的毫无 CP 感，只有兄妹的感觉，也撑不起女主角江妮的戏份。不得不说，李庚希的表现算是该剧的减分项了，希望在后续的剧情中她能有颠覆性的戏份。从目前的
的口碑、收视率等方面分析，《雪中悍刀行》确实和预期差距不小。不过，一部剧到底能不能火，不要只看上线之初的成绩，还要关注后续的走势和剧集产生的后劲儿。相信《雪中悍刀行》后续一定能给观众带来更大的惊喜。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